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能够有效延长寿命的科学方法这个课题。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些经过科学验证的长寿秘诀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人类的寿命是如何决定的；第二，2种重要的寿命概念；第三，能够有效延长寿命的5种科学方法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人类的寿命是如何决定的。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生活环境的改善，自19世纪以来，人类的平均寿命在不断显著提高。根据联合国的数据，1950年全球的平均寿命约为46岁，而到了2009年，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68岁。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平均寿命从65岁提高到77岁。而发展中国家的寿命也从40岁增至66岁。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，老年人口死亡率的降低和最高死亡年龄的增加，推动了寿命的延长。然而，全球范围内的统计数据显示，100岁以上的生存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，并且自1990年代以来，全球最高死亡年龄几乎没有显著的上升。例如，目前在日本有超过6万名100岁老人，但全球110岁以上的人数仅约100人。而迄今为止，正式记录的最高寿命是1997年去世的法国女性，她活到了122岁。尽管人类寿命有所延长，但仍存在着上限。目前的研究表明，人类的最高寿命可能被限制在110岁至120岁之间。统计学上，115岁被认为是人类寿命的极限。那么，人类的寿命究竟是如何决定的呢？研究表明，遗传因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例如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贾伦迪教授等人在2000年发现了一种被称为长寿基因的 sirtuin 基因。该基因在激活后能够清除细胞内的老化杂质，使细胞恢复活力。而激活这种基因的关键在于限制卡路里的摄入。研究发现，将能量摄入减少到所需量的75%，可以延长实验鼠的寿命。人类的其他研究也表明，减少食物的摄入量能够激活长寿基因的功能。此外， DNA 的端粒区域也会影响细胞的寿命。端粒的作用是保护细胞，但随着细胞的分裂，端粒会逐渐缩短，最终导致细胞无法再分裂，这与细胞的老化密切相关。由于端粒的长度是先天决定的，每次细胞分裂时，端粒都会缩短，因此细胞的分裂次数是有限的。端粒缩短会使我们更容易患上癌症、心肌梗塞、认知症等疾病。因此，端粒的状态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健康和寿命。另一个研究发现，遗传因素与寿命的关联。来自英国的调查探讨了父母寿命与子女生活习惯病的关系。该研究追踪了英国生物银行中 18.6 万名年龄在55至73岁之间的男女。结果显示，如果父母中的一方活过了70岁，子女的死亡率会随着父母寿命延长10年而降低 16%。简而言之，长寿的父母可能会让他们的孩子也有更高的长寿机会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2种重要的寿命概念。人类自古以来就有追求长寿的愿望。然而，谈到长寿，最关键的并不是仅仅是延长寿命，而是要健康的长寿。健康的长寿不仅仅是活得更久，更重要的是在漫长的岁月里保持健康、自主和自由的生活。虽然有个别人可能愿意在卧床不起、行动不便或无法与亲友交谈的情况下继续活着，但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我相信大多数人可能会更希望能自由享受美食、旅行，过上自己喜爱的生活，而不仅仅是延续生命的长度而活着。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，2023年日本男性的平均寿命达到了81.09岁，女性则达到了87.14岁。现如今，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位居全球第1，男性则位居第2。日本已经进入了全球未曾经历过的超高龄化社会。此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，即健康寿命，指的是我们能够健康、
自立生活的年限。根据2016年厚生劳动省的数据，日本男性的平均健康寿命为72.12岁，女性为74.79岁。相比之下，同年的平均寿命分别为80.98岁和87.14岁。这表明，平均寿命和健康寿命之间大约存在着8到12年的差距。这意味着，大多数人在70岁左右之后，大约有10年的时间无法以健康的状态生活。虽然寿命在不断延长，但如果其中有10年是无法健康自理的生活，大多数人是否愿意减少这段时间呢？顺便提一句，我个人认为，如果生活质量无法得到保障，无法健康自理的生活，我并不特别追求长寿。最后是第3部分，能够延长寿命的5种科学方法。我们将探讨一下如何有效延长健康寿命，即尽量缩短不健康的时间。我们将从饮食、运动、睡眠、口腔健康和癌症筛查这5个方面入手，并通过学术研究进行分析。首先是第1种有效延长寿命的科学方法，每天至少吃1餐全米。保持均衡饮食和适量卡路里摄入对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。根据长寿基因的理论，减少卡路里摄入量至正常所需的75%及3/4，被认为有助于健康长寿。理想的状态是比吃到8分饱略少一些。虽然市面上有很多饮食法被推崇，但限制特定食材或仅摄取少数几种食材的方法缺乏科学依据。近年来的研究表明，全谷物食品对延长健康寿命有着显著的效果。2016年，英国医学杂志发布的研究表明，摄入全谷物食品可显著降低心脏病、癌症等疾病的发生率。研究结果显示，每天摄入90克以上的全谷物食品，可以将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降低约20%，癌症的发病率降低约15%。这种效果主要归功于全谷物中丰富的食物纤维、维生素和矿物质。常见的全谷物食品包括玄米，每碗玄米饭大约160克，而90克相当于一个饭团或儿童餐碗的1碗饭。因此，您不必将所有米饭都换成玄米，只需将一餐的白米饭换成儿童餐碗的1碗玄米，就能轻松摄入足够的全谷物食品。这样既能减少卡路里的摄入，又能有效延长健康寿命。不过，玄米较硬，烹调也较麻烦。对于不习惯吃玄米的人来说，尽管知道对健康有益，可能还是不容易接受。如果完全换成玄米有难度，可以在煮白米时，按1/5到1/4的比例混入玄米一起煮，这样既方便烹调，也更容易入口。这种方法非常推荐，大家不妨试一试。接下来是第2种有效延长寿命的科学方法，每天至少走15分钟。定期运动对健康的维持非常重要。这里推荐一种任何人都能轻松实施的运动方法。2011年，柳叶刀上的一项台湾研究发现，运动能显著降低死亡率。该研究追踪了40万名成年人，最长为期13年。结果表明，每天进行15分钟的轻度运动，或每周累计90分钟的运动，能够使寿命平均延长3年，死亡率降低14%，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19%，心肌梗塞的死亡率降低25%。无论是否有其他疾病或性别差异，这种效果适用于所有的人群。持续进行轻度运动还有预防认知症的效果。轻度运动指的是每分钟步行大约100米。如果在步行时刻意使用小腿的力量，比如迈步时用力蹬地，能有效地增加运动的效果。这种运动方式可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，例如通勤或购物时稍微加快一些步伐。虽然健身房提供了专业训练，但对于时间有限或难以坚持的人来说，步行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接下来是第3种有效延长寿命的科学方法，保持口腔健康。为了能够长期使用自己的牙齿进食，保持口腔健康是维持高质量生活的关键，这一点无需赘述。然而，据报告显示，45岁以上的人群中，
有近一半的人的牙周袋深度已达4毫米以上，这是牙周病的标准之一。这种状况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实际上，研究发现，牙周病与健康寿命息息相关。很多研究报告表明，牙周病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有关。我来介绍其中的一部分研究成果。2020年发表在《应用口腔科学杂志》上的一项研究表明，治疗牙周病可以改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。该研究回顾了所有关于牙周病与糖尿病关系的论文，并根据严格的规则进行了系统性综述，精细分析了9项随机对照试验。结果显示，通过治疗牙周病，糖尿病控制的指标糖化血红蛋白显著改善。这表明，适当治疗牙周病可能有助于改善慢性疾病，甚至延长健康寿命。此外，患有牙周病的人比没有患病的人更容易患上动脉硬化，从而更容易罹患心肌梗塞和脑梗塞等危及生命的心脑疾病。牙周病是由于牙石引起的牙龈炎症开始的，因此首先要保持口腔健康，防止牙石的形成。为此，我将给大家提供3个保持口腔健康的要点。首先，牙石一旦形成，就很难自行去除，但在牙石形成之前，食物残渣上的细菌会附着并滋生，形成牙菌斑，而牙菌斑是可以通过自我清洁来去除的。因此，关键在于尽早处理牙菌斑。在每次进食后，尤其要注意仔细刷牙，特别是容易堆积牙石的牙齿与牙龈之间、牙齿间隙、臼齿周围等部位。其次，使用牙线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即使刷牙再认真，仍然会有牙石残留在牙缝中。有报告称，使用牙线可以将这些牙间的牙石去除率提高近30%。每天使用1次牙线即可，建议在刷完牙后进行，最好对着镜子小心操作，以避免伤及牙龈。最后，使用漱口水也是一项重要的措施。在睡眠期间，口腔环境容易滋生细菌，因此建议在晚餐后刷牙和使用牙线后，使用漱口水来清洁口腔，减少睡前口腔内的细菌。最好是在睡前进行，将大约10毫升的漱口水含在口中，漱口约20秒，使其充分接触口腔各处。虽然我们已经介绍了这3点，但是即使采取这些措施，牙石仍然会不可避免地形成，而形成的牙石是无法通过个人力量去除的。因此，定期去看牙医，进行牙石清洁是很重要的。不要等到牙痛才去看牙医，建立一个固定的牙科诊所，并定期去清除牙石，是保持口腔健康的良好习惯。接下来是第4种有效延长寿命的科学方法，进行癌症筛查。癌症是现代人的主要死因之一。以日本为例，根据2017年的数据，日本男性一生中被诊断患癌的几率为 65.5%， 女性为 50.2%。虽然治疗技术和药物有所进步，但癌症的治疗仍会影响生活的质量，因此预防和早期发现癌症非常重要。日本的癌症筛查方法经过科学评估，包括胃癌、宫颈癌、乳腺癌、肺癌和大肠癌。以大肠癌筛查为例，日本通常采用2天的粪便样本检测隐血的方法。研究表明，每年进行大肠癌筛查可以将死亡率降低 33%， 每2年筛查1次也能降低近 20%。此外，避免吸烟，减少加工红肉的摄入，增加食物纤维也有助于降低癌症风险。建议大家不要害怕，积极定期去参加筛查。最后是第5种有效延长寿命的科学方法，确保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。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睡眠不足的问题。2018年的一项研究综合了英国、芬兰和瑞典的数据，发现每天睡7到8.5小时的人群健康寿命更长。该研究对5万多名50至75岁的人进行了最长18年的跟踪调查，发现每天睡7到8.5小时的这类人群平均拥有19年的健康寿命，比睡眠不足或过长的人群多1.1到1.4年。
充足的睡眠有助于身心恢复，特别是深度睡眠有助于修复因压力受损的身体。此外，睡眠可以调节食欲，控制激素，防止过度饮食。睡眠时间对血糖和血压的控制也有影响，因此确保充足的睡眠时间至关重要。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说，确保整块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可能比较困难。如果实在无法做到，15分钟的午休也能有所帮助。睡眠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保障睡眠质量有助于稳定情绪。大家可以使用一些提升睡眠质量的方法，以确保获得优质睡眠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